伪装自己的叛逆，我扯掉标签，抗拒定型。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我们梦游，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拯救。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Hello， 大声吗？可以调小声，因为只是你的麦克风那耳机的声音。好，小声一点。Hello， 可以，好，听得到就好。好，哇，实在太久没录音了。没错，我们上次录音已经是去年的事情。对啊，而且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怎样？是你想聊的主题怎样？这个主题我觉得那个知识量含量有点多，然后很棒啊！新的一年，已经1年很久了，我说新的一年以农历蛇年啊，蛇年刚开始。It's all new。让我瞧一下我的美貌。好，但我后来就是听了我们第2季的第1集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好会给情绪价值哦，就是我自己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哦，你一直都很会给啊，我真的没有特别觉得，就假如说我跟你聊天，我们会就是互相的有一些回馈，就很正常。但是有第三者的时候，我发现，我也好会给哦。其实你一直都是很会给人，就是我同一件事情跟你讲跟别人讲得到的回应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哇，所以跟你讲是某部分是因为你给的很好的情绪价值，所以无论跟你讲什么都好像除了偶尔有某些事件比较极端你会有点不认同以外，大部分你都会先认同，然后就算跟你不一样你也会说蛮酷的，类似这种。好像是对啊，这就是一个特质。那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嗨，大家好，我是米尔。我是乔。好，我们今天刚好就要聊到一个有点像暗黑心理学的操控术，但是渣男跟渣男无关，今天跟渣男无关，但是主要是在讲一个性格学，叫做 DISA。对，那我因为这是一个知识量含量有点多，所以我需要看我的小抄。但是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就是有一天我在网络上就是滑到这个性格学，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天哪，这好有趣哦，就疯狂去找资料。可是我后来发现资料没有这么的多，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是有一本书在讲它，所以我就决定去买那本书，然后我就看完之后就决定要分享给大家。好。对，好。总而言之呢 ，DISA 性格学它是源自于美国的心理学家，名早长哦，威廉·莫尔顿·马斯顿。他主要是想要把人们就是依旧他的工作或生活，创造出4种不同的类别。像这阵子很流行，不是 MBTI 吗？他创造成16个人格，然后也有因此好多专家出现。其实我那时候在看 DISA 的时候，我想说，天哪！MBTI 已经有一群人在讲说，人怎么可能只有16种？DISA 只分4种，那群人岂不气死？我其实那时候你分享给我的时候，我也有在想这件事情。你看，你就是那群人的其中一部分，也不是，就是说我就很好奇啊，会不会是说，假如说我可能是 A 加 B 加 C， 或者是在生活上是哪一个，在工作上又是哪一个？因为真的像 MBTI， 我也觉得。每次有人说你不是E吗？你为什么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你那么尬？我想说为什么我要被框架住？有时候就会很限缩在为什么要给我定义这件事情。你知道其实 MBTI 根本不是只有16种，因为它有趴数。对。所以其实你弄下来，我不知道我数学不好，100乘100乘100乘100，大家各自己乘好，就是有这么多种人格。其实 DISA 也是一样，它就是它主要讲述的 DISA 分4种性格。第一，它是 Dominance， 它主要是支配型，然后 I 是 Inspiration， 它是鼓舞型的性格，然后 S 它是 Stability， 它是稳定型的性格，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 A 就是 Analytical Ability， 它是分析型的性格。所以它就算分了4种性格，但事实上它主张的是大家都有一个主性格加副性格，少数人是单一性格，少数人是2个以上的性格。那它这之中当然也有程度的差别，所以不是只有4种，真的大家不用担心了。就是真的好容易想说，我好像那个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对不对？对。所以你觉得会很受用于工作上吗？还是生活上？就是你觉得他这件事情我做完对我的影响力范围？我觉得有趣的点是，我会去思考，我跟这个人讲话，他是什么颜色的人，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话，他比较听得进去。对，可是我觉得这是需要练习的，所有的心理学的理论跟所有的测验都是需要练习的。对，很久以前我读过一本叫做
FBI 读心术，对不对？它其实也有超级多种，例如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脚往门口，代表我想逃走，对对对对，那都要练习。好，回 DISA。好，我想要先在分享 DISA 性格前，我要分享一个我也觉得很有趣的理论，也是在这本书出现的。这本书叫做《无良是一种病》，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或者是我们会放在 Podcast 的说明处。对。然后它无良是什么？无良是一种病。我说无良是什么意思？没有良心。是好，对，没有良心。有一个东西很有趣哦，我觉得你可能也会有兴趣，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周哈里窗。周哈里窗就是人会分成。例如说你认知的你自己跟别人认知的你自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分成4个象限，然后有一个象限是你所知道的你跟别人所知道的你，这个叫做开放我，开放我就是它就是一个就很开放的一个性格，对，然后再来另外一种是你所知道的你，别人不知道的你，它就是隐藏区，对，它也是你的性格。另外一种是你自己不知道你，可是别人知道你，那个叫做盲点区，对。然后很有趣，最后一个就是最神秘的，你不知道的你自己，跟别人也不知道你自己。听起来就是什么杀人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对。然后它是未知区，然后它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让开放区越来越大。还有一个东西叫开放我，开放我就是不论是你或是别人，只要有一方有人知道，那也是其中的你，也是开放我的一环。他想要讲的理论是，当你的开放区或开放我越来越大的时候，别人越了解你，你的沟通会越顺畅。所以他其实是叫你不要隐藏你自己太深。这个我好像蛮有感的，就是当我可能以前小时候比较会压抑自己，但是当我发现我认知的我跟别人认知的我已经是2个重叠的圈圈的时候，我自己好像更能自在的去沟通，或者是说我想说的东西。因为可能小时候我就会觉得小时候可能就是那边优柔寡断，或者是多愁善感，就觉得别人不懂我啊，都没有人懂我。对。那但是会觉得越活越痛苦，因为那是很分离的状态。对。但是这2个圈圈叠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好像比较快乐。对，比较快乐。对。我觉得这是很有趣应用面啊，应用面。对，我觉得很棒，因为我小时候比较是。其实我觉得我跟你就是很有趣，我都会变得越来越像你，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开放自己的人，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会选择性的隐藏某部分的自己，那蛮好的啊。我觉得有变动都会发现自己很多不认识的自己的一面。对，就是很有我其实有想未知我这个区块很有趣，就是例如说之前你到了某一间软体公司，你才发现另外一个面向的自己，这就是你会随着事件去发掘不一样的自己。没错，我完全可以想象，就有时候有些情境，假如说好，或者是被劈腿好了，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啊，我就是要豁出去啊，什么之类的。对，我觉得这超有趣的，就是有点想放飞自己的状态。好，那为什么我要提到周哈里窗？是因为他想要解释的是，当别人越了解你自己，或是你越了解别人的时候，这个沟通的舒适区会越大。所以我们才要聊到 DISA， 因为你想要借着这个性格学去更了解别人。对。好，那我们先讲D 好了 ，D dominance 支配型，它的代表颜色是红色的。对，听起来是一个很霸气的颜色。对，其实我觉得它用的颜色都非常符合那个性格，就是很直观的想象到红色，它就是他要什么，他就是会很目标导向的去直达他的目标。对，红色也是这样吧，比较强烈，比较有冲劲。基本上红色就是这个代表的类型，它是你讲的对，它是任务导向，它是积极主动，很有前瞻性，会主动解决问题的人。你在职场上遇到的红色人，例如说你主管，你觉得算是红色的性格？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有听说你主管一些事迹，我就觉得但是我主管应该就是我不管是就是我说的主管，是我可能过去的主管也会马上让我投射到有些主管，我应该是说，我觉得这种性格的人就很适合当主管。
对，他会带领一整个团队去抵达他的目标。那他就是很目标导向啊，就是什么狮子座之类的，就还蛮像的。就是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星座或者是 DISA， 对，那你就会觉得同时去看，你就觉得好像蛮有趣的。对，就是很有趣。那我们再多深入了解一下红色人，他其实刚刚乔讲的，他很有冲劲嘛。然后再来就是他其实是对事不对人，就是这种又更适合在职场上领导，就是他不太会偏激，他就是，可是他相对有一些缺点，就是他可能会有点不近人情，会有时候太过直接、太过武断，对。那这个就是一体两面，对。那你有什么马上投射到？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想到的是谁，或者是就是一样是主管吗？还是你有什么真实的案例？其实我看红色性格，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我自己。真的哦？对，因为我觉得我有某部分的红色性格。好像有点就是我会例如说我行动力很强，然后我也会很勇于做决定。红色性格的人是很勇于做决定的人，然后有时候会有点过于直接，然后去表达自己想讲的。对，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我一直觉得我很偏心，可是我真实的好朋友跟我讲说，你对事不对人，因为很常我会看到他做一些事情，我就会很忍不住想要提醒他。真的我就会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好。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听到这一集，就是之前他跟一个男生很友好，那个男生有女友。然后当时他们就是有一点，那个男生很明显就是对我朋友有意思，然后有点小暧昧这样子。然后我朋友有一次就跑过来说，你看他都一直送我东西，我觉得他女朋友好可怜。这时候我就忍不住，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真的很爱他，可是我真的忍不住，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然后他就有点被戳到，意思是说，你觉得他有点说，那个男的这个行为不好，对，但是其实他现在在接受别人的行为的时候，有点，他也是有点乐在其中。对啊，我的意思就是你造成这一切的对，所以你觉得你的沟通方式是蛮直接的，是吗？我觉得算直接，就是我会直接讲，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虽然我是用一个谚语去带，可是我觉得这背后意思很简单，就是那就是你也有份啊。对，我觉得我好像也会这样子讲但是我不太确定你沟通的方式，或者是你跟那个人的友好方式。通常那个，因为我好像有类似过像类似的状态，真的。然后但是通常都是对方会很苦恼的状态来找我，那我就说，可是就是这样子啊，你自己选择的。我会用这样方式讲，但我不确定你沟通的方式就是你可能是比较说，但是你的问题啊，有点类似这样。我觉得我是因为像你会说这是选择，我就会说你也有份，就是对，其实我们要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只是我的方式就会稍显直接，因为有时候对，沟通方式，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不直接，我怕人家误会我的意思，或者是我觉得他就 get 不到我真正想表达的，有时候就会有这个他 get 到，因为我很直接。就是，可是这是需要拿捏，这个我也还在学，但是我的 default 性格是。我觉得红色算是蛮像我的性格，好，蛮有趣的。然后红色还有一个就是他永远都会找事情做啊，就是他会把自己，我觉得我就听到你某一个主管就很像，就是永远会有一堆事情，好像很忙，真的很忙。但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好像比较像分析型你等一下再往下。好，太好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没有，因为我在看时间，我想说红色要讲多久，然后好，我觉得先直接往下。好，再来就是黄色型 inspiration 鼓舞型，它是代表颜色是黄色。那这个颜色也是跟这个性格有点相互呼应。黄色就是太阳、阳光，然后就是好像永远都是很棒的一个乐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黄色是非常乐观，很喜欢跟人家相处的性格的人，而且非常爱笑。对，但会不会是假的啊？那如果是假的 ，maybe 就是也不是说假的，就是他很善于当好人，但是当他需要瞧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叫一个黑脸去瞧，有没有这种可能？对，你讲的非常对，黄色型就是有很多点子，然后也很喜欢与人和善，可是一遇到非常严肃的事情，他就是不想要去处理。
所以黄色，我现在马上有头浮现在我脑里。谁？你现在脑中有人是不是？就是以前就是合作过的对象，就是我遇到这类的人，他刚开始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哇，他充满了活力，他感觉充满了想法，他想要带领一个团队去前进，那你就觉得啊，好，我就加入这个团队。但是后来就发现，天哪，他就是会为了瞧事情让别人去当黑脸，然后反而会变成你会对这个人的认知是会觉得，那你到底想怎样？你会很问号，这有点像是渣男，就是好单身即地狱的时候，就会变成说，有些男的就说，我不想拒绝你，但是我也觉得你不错，你就会觉得什么意思？你要告诉我，现在地心一季的也有这种，我还没看，你现在对，我的意思是大概是说，你不好好讲清楚，反而让其他人很难受。对，而且黄色的他就蛮欠缺执行力的，他就是空有想法，他创意无限，其实是很棒的一个人才。对，企划组不是要执行吗？企划组是需要执行的，但他就是会有比较没有执行力，而且会有一个小缺点是很容易会让别人帮他善后。对，就是他是一个乐乐嘛。我就突然觉得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马上联想到的都是工作上面的一些人物。真的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在工作上面使用，就是分析一下这个人，帮他贴标签。好，还有一个黄色很喜欢当主角啊，他喜欢全世界人都是他的观众，他喜欢成为最亮眼的那颗星。好，我等一下私聊，我好好奇你要讲什么。好，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身边的人有哪些。我觉得你有一点点黄色，就是你是真的我觉得你的主色不是黄色，对，但是你有黄色的性格，你是在社交的状态的时候是很融洽、很爱笑，然后也会有一些点子的人对，然后你好像也不是会带领大家的那种类型但我的想象只是我那时候就是开启了 social mode 的概念，我好像被我不知道这样算是黄色吗？看你怎么定义，不太知道，因为我那时候也有看到你那时候有说我像黄色，我想说。是这样吗？也不是没有，但就是是这样吗？我觉得也许黄色在你的占比没有很高，但是这是等一下会讲另外两个颜色。反正总而言之，当时我看到黄色，我就有想到我觉得你有一部分的小黄色在里面，我可以开启那个黄色。对，死黄非彼黄也有可能是那个黄，不一定好，下一个，好，再来就是绿色性格。绿色性格就是我刚刚讲 stability， 然后它是绿色，就是一个比较和平的颜色，就是大家对于绿色印象都是这样。然后相对他的性格有可能是比较温和的，是一个很好的听众。然后他也不喜欢冲突，他就是以团队为优先。就是你可以想象身边那种比较安静的好好先生、好好小姐，他就有可能就是绿色性格的人。我就是这个，你就是啊，就是你就是感觉你完全不会参与任何冲突的人，就是我觉得也许跟你的家庭有关吗？我觉得我不喜欢，我会觉得大家都是来工作的，为什么不能好好讲事情？但是但会不会讲说我现在是绿色，但是我被践踏，我被社会践踏，然后我就变成了红色，会不会？也是不无可能变化型，但至少目前你应该还是绿的，对，但有可能就是基底是那个，但可能后面的进阶变化应该也是。不太确定呢。这本书没有讲到这个，这个我蛮好奇，我可以去研究看看。像我不知道，像有一派的人就会说 MBTI 是会变动的，会变动，但是又有人好像是说你有一个预设值，就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有可能是会变动，还是不会变动？我之前看 MBTI 的讲师讲，他是说会变动，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应该性格都是会变动，连性向都会流动。我觉得任何人都是真的是会流动的，所有都会流动。这是我的想法。我也认同会变动。好，那绿色它其实是一个温柔的后勤部队，通常它在一个团体或是一个职场中，它就是那种。你不太会注意到他，可是没有他又好像不太行的一个存在。没关系，可以不用注意到我。对，绿色就是这样，他就像是公司的小螺丝钉，他非常重要，可是他又不会张扬，他不会鞠躬。我觉得，你觉得你就是，而且绿色的人非常忠诚。你觉得你有忠诚吗？没有。那就可什么叫做忠诚？就是还是说这种时候不能放在工作上啊？我讲的就是好吧，那我不知道这一集到底是同事先不要听，我就有点尴尬，就是到底要收到多多？对，好，那绿色性格还有一个点就是他
他既然这么，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可是他相对的，他也比较不喜欢太大的变化。就是你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吗？我觉得是就是你希望阿杂很阿杂，对，你希望事情就是 just the way it is， 就是对啊，我就是要这样。对，那你现在给我这样，好啊。还有绿色，就是就算你给他变化，他也不会叫，不会吵，他就默默承受。但是天哪，这是我可能要开一集是那个职场的一些心路历程，绿色人的苦，有一集专门给绿色人讲绿色人的苦。但我在想，我不知道，我们是下次可以邀请一个什么职场的专家来说，这件事情是很可以帮助到这种职能的一些辨识嘛？假如说什么颜色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也许可以，是不是？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是，无论什么工作都需要这4种颜色的人。可能就有点像是这个时候需要叫你的哪一个性格出来，对，什么时候叫你的什么性格出来，对。但其实绿色说起来好像非常的温，很 peace， 它其实是很值得信赖的伙伴。我觉得是，对，就是大家会很依赖你，然后也觉得你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威胁。对。那可是也是绿色有个小缺点，就是他就是没办法出来去扛什么事情。就是他会相对的希望是别人去扛，我配合，对，所以这是相对需要一个很有力的主管，对，很有力的主事者在他前面带领着他往前走，对。再来就是蓝色性格，蓝色性格就是我刚刚讲的 analytical ability， 它就是分析型的性格，他非常注重逻辑、条理、品质，他也对于自己的产出非常的严格要求。他对于他来讲，一些社交什么不是这么重要，只要让他成为专业者，这样就够了。我觉得工程师就很多应该会是分析型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数据分析啊，或者是什么工程师，应该很多都是这种。反正他就是我给你 A 的 task， 你就帮我完成，他就是一步一步前进这样子。我觉得对吧？还蛮适合的啊。对啊，如果他是工程师，然后他是这个性格完美，对，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好好钻研，就是做到一个很强的那个职能。那你刚刚讲，你觉得你的主管，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对某一个主管，他是分析型，所以他有比较难亲近，或者是比较有点沟通有点困难这种嘛，就是你不太知道他在。就他不太圆融啦，这样对，就是我跟你讲，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看公司啊，但是当某些公司需要一些手腕才能瞧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分析型的人不太适合，对吧？因为他就会觉得别的部门跟你说我要什么，那他可能就接受了，那就是他会觉得明明事情条理应该是这样的，这不符合流程，这不符合逻辑，这不符合效益，对，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去搞乱这一切？就是他应该会比较适合做职能型，就是工程师那一类的，但是要去瞧事情就不太适合，对，或者是他的性格就必须要什么蓝色配什么，蓝色配什么，对，纯蓝色可能会有点难。我觉得会有点难在一个与人相处的环境下生存，因为主管你说穿了，他要做的就是管理底下的team member 嘛，对，那他就是要跟他们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可能要稍微圆融一点，对。那你同时又要去对应上面的人，那你可能又要有一点魄力一点，去跟上面的人说，我可以做到什么，比较有决策，那可能又需要一点红色，对吧？所以当你如果是只有纯蓝色占比很高的时候，可能比较适合做就是分析型的工作啦。对，而且蓝色其实有一个特质是他比较喜欢单打独斗，就他对于合作这个比较没有这么擅长，对，然后他有时候会太注重一些太严谨、太严格，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有点挑剔，对，这是蓝色性格的特质，真的是工程师，我只能这么说，很适合工程师，很适合当蓝色。好，那这样听完这4个颜色。虽然我自己对你也有一个我自己觉得颜色，你觉得你自己是主，因为通常会主一个颜色负一个颜色。如果是这样的模式下，你觉得你主什么负什么？主绿负黄，你不用管我讲的，就是你自己。没有，我是真的主绿负黄。那你觉得我是主什么负什么？我还没有认真想这一题。你应该有一点黄，红黄。那因为我自己很挣扎，我是主黄还是主红？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好挣扎，我到底是什么？真的
因为我就觉得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一半一半啊？也有可能，对，因为好就是很有趣，我觉得你有可能一半一半我也觉得就是你没有特别偏向哪一个，对，你的这两个指标没有特别哪一个超级明显，对，好啦，就一半一半，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个我当时想要看这个最有兴趣的话题是如何操纵这4个颜色的人啊，对，这是我最有兴趣的。好，你好变态哦。不是好，我讲操纵是有点蛊惑人心，但是另外一个方式是如何跟这4个颜色的人沟通。OK， 好，对，确实啊，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我要笔记起来。我们先讲红色，这个红色呢，刚刚讲了它一堆优点，我们为了要跟他，我现在走比较腹黑的路线，好，我就是要如何跟这个人沟通，让他照着我想要的方式走。好，我就要去找到他的弱点是什么。对，所以你觉得红色人的弱点是什么？他很相信自己，他听不进去其他人的意见，所以这时候，跟他当朋友吗？这个好像比较不是红色的哦，真的哦？等一下给你讲。对，那除了之外，你觉得红色还有什么比较可能的缺点？我不知道，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好，我告诉你，红色它刚刚不是讲说它执行力很强，很快速嘛？对，它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非常的冲动啊。对，是你好，对，非常的冲动，所以在情绪方面就会是他其实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所以你要跟他讲的时候，他可能又开始讲话，语速变快了，或是什么的时候，你就要说，你为什么又激动了啊？你为什么又就是？可是激动的人听得进去这件事哦。我觉得先撇除一个人的修养好了，就是他可能还没真的很激动，你就先说他激动，先让他缓一下就对了嘛。对，然后这时候因为他本来就知道这是他的缺点，他就吓到想说可恶，我激动了吗？然后他就会没办法，你可能在讲一个逻辑，这时候他就 focus 在他的情绪上面，你就可以去绕去你想讲的地方，就是让他先停下来，或者让他先有点害怕。这时候你就也许也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是哦。其实你刚刚讲说红色不太听人说话，某程度是对的，就是因为他自己太急躁了，他想的是他自己想要执行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对，所以你只要点出他的情绪，这是一个让他拐弯的方式，或者是我可能。要先说哦，我懂你在想什么，但是我看见了其他点，你要不要先缓缓？用这种方式去沟通。我觉得红色跟绿色人应该可以相处的很好。对，就是绿色，就是一个加油门，一个刹车嘛。对，我觉得你刚刚这样讲，我突然觉得感觉没什么好生气了。我刚刚马上想说，头就是脑子浮现好多人头，好像要这样沟通。对，因为像红色人，如果遇到另外一个激动的红色人，我现在想起我的default值沟通方式会说：“你干嘛那么凶？”我就说：“你干嘛那么凶？”就是对啊，就是绿色可能会把那一句话收在心里，就吞回去，然后是为什么不能好好讲人话？对，然后就对，绿色不会讲出来，就对啊，就要思考一下，讲出来感觉会更不好。我觉得绿色真的好强，老实说，我某程度很佩服绿色性格的人，因为我自己是有红色性格，我都想我红色多一点呢，我也想要我绿色多一点。好，再来就是黄色型，你要怎么让它就是有点微操纵它？就是第一个黄色型，刚刚有讲到一个特质是，他非常喜欢当自己的主角，他喜欢当主角，他喜欢大家都围绕着他。这时候你如果跟他讲说。我觉得等一下你再换成绿色的说法哈，就是你就说你不可以只想到你自己啊，因为他完全就知道他自己只在意他自己的形象啊，注意和乐啊，他不 care 太多小细节，真的。所以你只要戳到他这个，戳到他说你不能只想到你自己，他可能觉得也是吓到，想说被戳到了。那请问绿色的说法？可是我以为是。应该是说你那个我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情境，但可能有个点是，你这样子做了这件事情，那可能别人对你的想法会是什么？这个也不错，应该是用这个点，因为他最在意的是名声跟别人对他的看法。对，他是怕他失去团体中的地位。对，就是可是这样子，大家可能会觉得，老板啊，这个月大家好像没有很好过之类的，我不知道，可能会是这个切角啦。
我猜的，我觉得这个切角也不错，对，也是可以这样做，对，反正要么你就是跟他讲说他的地位会丧失，要么就是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只想到你自己，因为他其实也知道他自己就是喜欢当世界的中心，对。好，那接下来稳定型绿色型的人要怎么去操纵他呢？就是他非常害怕一个东西，就是冲突，以及你如果把他逼到一个程度，他不小心讲出一些他自己觉得不够温和的话，他会很容易内疚。哦，真的哦，我有内疚过。也许你没有100%绿色哦，但 according to 就是 this book， 他是这样讲。哦，我好像不太会不太会讲出很冲动的话，我可能顶多你有会僵住。我顶多就是讲住，那你有被逼到一个极限，不小心吐出什么比较严重的话过吗？严重的话就比较，我觉得我顶多是不讲话，或者是说，就是可能会让现场散发着一股很尴尬的氛围。哦，你真的绿到，就是，但我不是为了要让现场很和平，我的就是应该是说我 default 要让现场和平，但是你如果把我逼到没办法让现场和平的时候，我会宕机，我会有 bug 我这个人就是会有 bug， 有点像是这样，我猜啦，我自己的想象。还有一个方式对付绿色，这么一直讲对付，大家就是不小心听起来是渣女，越来越暗黑了。好，要怎么去跟绿色人，就是我想用操纵这个字，大家理解就好，没有比较好，好，没关系。好，你要怎么去对付绿色人，去弄他，就是就是他其实。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等一下我想问你，就是绿色性格的人，他其实某程度他的信心值没有这么强，他有时候稍微被打击一下，他就会怀疑自己，对，所以你要去对付他，你只要一直给他负向反馈，这时候他可能就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迷，有可能对吧？你是这样，你的自我信心是，你是很在意人家反馈的类型的吗？我会在意。但这样是黄色吗？就是在意人家反馈的话，所以我就说你黄绿所以我觉得有而且因为绿色性格，他的信心没有这么强，他很需要正面的反馈，就是正面反馈会让他维持他的平衡，对。可是你一直给他负面反馈，他就会越来越没信心。这时候你就很好去叫他去做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会离职。你会逃跑，你是逃江类型的人，也不是，就是小时候我应该会离职，但是我觉得越长大越看过世面之后，就会发现我其实有其他选择。就是我不能被妥协掉，但是这个好像就已经不是预设值了，就是可能是学习后来的一些学习，对，就会觉得你应该自己创造出一个你想要的方向，或者你的职能应该由你定位，不能被别人操控。对，这就是成长啊，好累。对，但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对，小时候我真的蛮容易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对，会开始很容易怀疑自我，就像我不确定这样算红色还是黄色。红色或黄色人被给负面反馈的时候，他就会去，我不会立刻觉得我怎么这么烂，我会去想说，你有资格这样说我吗？可是我觉得我有这种心情只是小时候可能被老板就是说怎么这样，业绩怎么这样之后，当下会觉得是我可能会想尽办法去优化，但是发现老板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有点看不懂的时候，我会有那个情绪就觉得你讲的是对的吗？对，然后之后就离职。离职解万单啊，没有啦，我小时候离职是解药，没有。但是真的，我觉得那个是小时候不知道怎么面对，或者是那个环境其实真的就是不适合我个人的个性的发展那确实可能就有点绑手绑脚了，是没错，对啊。只是可能真的长大之后要懂得，就像学习了这一套，我就知道哪一个老板可以这样子去试试看，去沟通，对吧？对。很有趣，其实它这本书里面有好多例子。好，我们再往下分析型的人，他是就像我说的嘛，他很注重细节、逻辑、品质，所以他最害怕的是人家说他做的东西不好。就是他已经这么的 focus 在细节上了，你还说他粗心，他不会爆炸吗？他会疯掉，他会说不然你自己写扣啊。我觉得我们要操纵他应该不会这么的有信心，他反而会觉得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
还不够细心吗？这时候他就会变成，就是他的自我价值会很混淆、很混乱。就是你面对分析型，就是去挑他错就对了。因为他已经做到是所有人之中最没有错误的人，你还挑他错，他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一旦你增强，挑第一次、挑第二次、挑第三次，你就给他一个印象说，你最近就是超容易出错的老糊涂，然后他就会想老糊涂，好老的说法。不好意思，我看这本书的翻译是老糊涂，吓到了。我妈可能都不会用老糊涂这个字。OK， 就是你就会觉得他现在品质低落了，你已经不如以往了。但事实上，也许不是事实，你只是挑他毛病，你就可以去弄到他。好坏哦。没有啦，就是怎么讲？大概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面对 IT 这样子说，你这个都写错了。好了，我觉得也要看他个性。我觉得我突然想到一个情境是，他有一个 IT 很嚣张，他就是可能一直觉得他自己做的都是最有品质、最好的。我觉得要挫他嚣张的锐气，就是你一直去盯，你只要找到一个错误，你就跟他讲。但是也不用太机车，也不用说你怎么错了，不用，你就说这里有错，可能麻烦你修改一下。然后你挑个1次、2次、3次，我觉得他的锐气就可能会被挫下来。好啦，我觉得我可能遇到的 IT 都算人不错。我们通常的工作状态都是这样，就是这个帮我改一下。你也还蛮符合绿色的啊，这个帮我改一下，这样就公事公办啊，要修啊。好，总而言之，这就是4种就是性格学。那你觉得他这样子可以运用在生活中吗？生活，我想一下，先把家人贴上这个。我觉得家人，好啊，那不然先贴你妈好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可以啊？我可以啊，因为像我妈，我就直接贴她，就是她其实跟我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常跟我妈吵架？我们2个都是，而且我妈也是很乐天，就是有时候天兵天兵的。我好像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套无法应用在我的生活上。工作上的人可能个性比较鲜明嘛，我不太确定。那你有办法应用在你的姐妹上面吗？姐妹是你说亲生姐妹对，of course， 我没有刚讲说我们是姐妹。亲生姐妹，没有办法啊，我全部都分完了。好鲜明哦。就是也不是说鲜明，是我很了解他们，所以我觉得我很容易抽出他们哪一个主要性格出来。好像没有办法。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懂绿色人，大家可以帮我。我不懂绿色人，就像我不觉得我自己在家中是绿色的人，真的哦？我不是啊。那你觉得你在家中是什么颜色？我觉得我姐可能会大抱怨我说。屁啦！你那边什么稳定型是不是？还有别人说你超凶的。我觉得就在家中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那你有很多未知我的存在，就是你有很多隐藏我。也不是，我觉得隐藏我是别人，例如说我们都不知道的可是我家人知道啊。好，那应该叫做特定情境的我，对，特定情境的你。那这我以为大家家里跟工作的不是都会不一样吗？对我来讲，我的很直接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工作上的性格，但是我是讲他们在家里的性格以及他们对于事物的性格。例如说我弟，我很简单，他绝对是绿色人。等一下，说不定他工作不是，会不会？我听他讲他工作的事情，我也觉得他搞不好是绿色人，因为他就是别人说什么就去做。然后也不太会有特别的想法，因为我在家里的性格跟在外面的性格，我觉得没有差太多。就是我不太会我知道，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会多面向伪装的人，就是我不太会有太多的。就像你很常之前跟我讲说，你会在某个时期发现，原来我会这样啊，就是你一直发现你有新的面向。可是我每次想到我一路走来我做的那些事情，我都会觉得还蛮合理的蛮符合我的性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是冰山，我在那边挖掘新的面向我。可能你自己对于自己的性格挖掘，也许你的性格相对于比较多元，也有可能，也是有可能。请你再帮我多读几本书，帮我分析我的个性。好，我自己觉得我性格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我大概的性格脉络都蛮简单的。就是我觉得我思维脉络蛮像。
就是就像个性嘛，直接，所以我不会有太这样的想法。我通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样就这样，这样就这样，伤心就是伤心，然后有可能伤心有时候有点开心，但是就是也不会这样子。总而言之呢，为什么要了解这个 DISA 性格学呢？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开放区更大，开放我更大，那创造自己与别人或别人与自己沟通更加顺畅。那还有一句话叫做，你如果不控制自己的心，别人就会来控制自己的心。所以了解自己的性格，了解自己的缺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像《无良》这本书，其实我还有很多没讲，是大家因为有些人会运用你的性格的特点去操纵你，就是他可能会，我想一下要怎么讲例子。就是他已经发现你的弱点了嘛，所以他就故意去戳那个点。对，例如说绿色人的弱点就是害怕冲突，所以也许一旦假设伴侣有大事要发生，他希望你做什么决定，可是你却一直很温的话，他就故意制造冲突，你就会很害怕，你就想说算了算了，好，那不然你去处理，他可能就可以达成他想要的。或者是一个黄色人，你希望他不要跟谁往来，或是跟谁往来，这时候其实书中有一些案例，就是他会去操纵。去耳语说，他说你在那个地方形象很差或什么，然后黄色人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样讲我？臣妾都会这样子啊。对，因为他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啊。就是在皇帝旁边的人、啊，对，就是类似这种操纵。所以无良这种病，就是当有一个人是，其实他讲的另外一件事是，这个人是他不属于任何性格，他就是一个无良的性格，他没有同理心，他没有办法去感知，他会看你的弱点去操纵，他没有任何的愧疚感，这就是无良这种病。他在讲其中一个人的人格是很无良的，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为了避免被无良的人操纵，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也了解他人，然后不要让别人操纵你的弱点。其实蛮有趣的，就很像会以一个上帝视角在看自己，很有意思的说，我怎么了？对，然后我应该，我又被怎么样被戳到弱点了，所以我应该怎么样回击这件事情？我也是我近期有在思考的点，就是会发现，我好像可以再怎么样，可以让整件事情处理得更好。我觉得确实是会对生活跟工作是有帮助的。对，所以就是要更加了解自己，然后记住你要去辨别这个人是要操纵你，还是他单纯只是在表现他自己。对，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毕竟你看被一堆渣男渣女，或是被主管 PUA 这种事情都层出不穷。唯一能自保的方式就是你要特别的了解自己的强项跟弱项。但是不管他是不是操控，还是他本来个性就这样，但反正如果是违背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就应该好好表达出来。对啊，最重要的大原则，都不要让自己做出违背心意啊，或是被强迫的事情。对，没错。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结束。好耶，觉得新的一年有一点新的收获。对啊，如果大家对于更多性格学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私讯我们，告诉我们想要听哪一方面的性格学，那我们会去钻研再跟大家分享。好啊，好，下次见喽，拜拜。